今天来聊一聊内娱圈花500日红的原因。就以最近某男明星的代言为例，他背后的大佬叫他老母，知道的人比较少，那我们就用这个称呼来当做代称吧。老母同志最近的带货能力让金主爸爸很头痛。金主爸爸在官宣代言人之前，专门开了几个粉丝群，方便他们直观的看到老母的带货能力，成绩相当不理想。以这个月为例，已经5月21号了，但这个月老母代言的那款饮料只卖出4000份。刚刚官宣的时候，金主爸爸还在粉丝群专门放了一批福利，像充300买4箱额外送抱枕，充500买5箱送漫画书。金主爸爸对粉丝割韭菜割得有点狠，毕竟常规的家庭并不会5箱5箱的买饮料，我们还是要推崇按需购买。接下来分析为什么老母同志带不动货了。明星带不动货一般都离不开3个原因：人品好不好，素质好不好，印象中的形象是否正面。首先是人品。最近有位雨果女作家被老母的粉丝网暴长达1年，事件爆发之初，该作家就与老母的团队沟通过，并没有得到处理，其后长达1年的网暴，对方更是置之不理。如果不知道作家被自己的粉丝网暴了还好，但是你知道了却来个偶像失声是怎么回事？让人觉得他不仅仅是人品不好，是人心坏了。第二，无论是粉丝还是路人，谈任何人的代言都会考虑那位明星的素质。前段时间有一则新闻，是北京一家涮肉店接待31人堂食，老板被行政拘留的新闻。这个新闻就让我联想到老母前不久也堂食了，还是在禁止堂食的情况下，但是没有受到惩罚，被网友戏称为戏子有特权，其实戏子没有特权。这件事情调查得很清楚，也确确实实也让人看到了2个现象。第一，就是当负面出来的时候，他不敢面对，而是选择逃避责任，这个不太好。第二，这件事情爆发点是在青岛，然后老母的粉丝额外刷了800多条关于青岛的小作文，企图覆盖老母的负面，好像没什么用，因为素质这个东西其实在普通人看来就是你做错了事情，你需要道歉，你是明星，你要以身作则，然后你这个事情你确实没办好，观众不会考虑你到底有多大责任，他会觉得你确实有责任，你就该负责任。第三，就是人是否正直。有句话说得好，圆的东西堆不高，总得方方正正的才可以堆得高，做人也是这样，人如果不能做到正直可信，那么观众肯定就会慢慢的远离你。人是否正直，是否是一位君子，是否是位值得可交的朋友，要看他身边的人怎么样。老母有一位亲密无间的同事，这位同事是他们集团的副总，跟他也是好多年的好朋友。这位副总最近因为 Rush 事件引咎辞职。Rush 解释一下，这东西主要是同志之间啪啪时会用到，是一种新型毒品，警方科普过的红线违禁物品。这件事曝光当天，副总立刻道歉辞职，老母也发声明撇清关系，大概是说对方是前任同事，与他没什么关系等等。粉丝都以为这件事情就此结果。最近老母传出要与一线女明星合拍某部新剧，绝了啊！他的粉丝发现那位老总只是表面辞职，因为刚刚传出来要拍的新剧就是由那位老总负责，对粉丝而言3观碎一地。有位粉丝说，那感觉就像是丈夫当着你的面说再也不出轨了，结果隔天又把小三搂进怀中。明星如果不能让粉丝觉得骄傲，粉丝也会因此而离开。明星如果交友不慎，表面上说撇清关系了，但是背地里又跟狐朋狗友又勾搭在一起，而且是深度合作，毕竟那位负责他的新剧项目。粉丝万万没想到，一直没有跟女明星传出任何绯闻，原因是出在另一个男人身上。老母走红后，他所有的花边绯闻都会用另一个男明星来当绯闻花边，其实他与那位男明星只合作了1部剧，真正跟他有长久合作的正是那位大佬，他老母的绰号也是大佬给取的。